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上尉迷恋》。游戏的开场，一小段的剧情，满大人一招就把钢铁侠还有幻视秒掉了，并且被抓走了。这样美队还有鹰眼要负责把他们两个救出来。过场动画里的妹子，我一直以为是卡特，结果是黄蜂女。当然了，她给的信息都不重要，可以跳过。这款游戏收集的钻石是能够提升人物等级的。美队3级可以扔出回旋盾，鹰眼3级可以射出爆炸剑。这种圆的水晶球捡到之后，咱们就可以过关了。几乎每一个场景都需要收集到它，不然的话到了关底过不去。游戏一共有2个角色可以操作，分别是美队和鹰眼，但是二者相比较的话，还是美队更好用，攻击力高，招式也多，可以拿着盾牌下压，这招的攻击力很高，并且可以浮在水面上。另外，美队还可以冲刺，这些招式鹰眼都不会。鹰眼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攻击距离比较长。咱们开场之后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把2个角色移动到同一个位置，这样后面就可以一起操作他们2个了。在关卡当中可以随时换人。人物升级除了可以学习新招式之外，还能够提升你的血量上限。字母 A 就代表了美队，捡到之后可以复活队友，但如果队友没挂的话，没什么大用。相对应的，美队在关卡当中也能够捡到鹰眼对应的字母。这款游戏在街机上也有同名作，前2天也给大家录制了，但是在推出红白机版本的时候，整个游戏推倒了重做。可能是受到了机能的限制，因为移植到世嘉 MD 还有超任平台的，都和街机版本一样，是一个轻版的动作游戏。游戏当中还有一些进门的场景，过关的水晶竟然在房间里边，拿到之后咱们就可以奔关底了。2个角色相比较，恐怕过关模式下使用美队的小伙伴更多一些，但这款游戏还有一个格斗模式。在格斗模式之下，鹰眼的性能还可以。咱们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是让鹰眼过来和美队会合，后面的关卡就一起行动了。但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鹰眼孱弱的性能吧，让他往前面再打一关。美队的盾牌可以挡子弹，左上角的是血量，但是这个血量显示的不完全。咱们按暂停之后可以看见详细的人物的参数，包括血量、收集到的水晶等等。
进入关卡之后是可以退出的。一般来说，初始的关卡咱们可以刷一下大水晶，把人物先升到3级，学会新的技能。尤其是如果你想使用鹰眼的话，美队升级之后，它的回旋盾性能上有变化。回来之后要先向身后，然后再回到手里，需要稍微适应一下。总体来说，游戏还是有一定自由度的，所以说它的难度不算高，但是过关方式等设定又区别于传统的轻版动作游戏，所以说一些小伙伴当年玩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。比如说打到铁甲人的时候，不会打他的油桶，误以为他是无敌的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想起来了，当年玩过，甚至当年玩2D 的游戏竟然被搞吐了，就是拜这个场景所赐啊。我这里又向前前进了，这样的话一会儿鹰眼要自己单独打这关。我的鹰眼没有升级啊，所以说自己打这关还是有难度。美队的输出在这摆着，一个盾牌，一个小朋友，但鹰眼就不行了。一会儿我如果打完了 BOSS， 这里的难度还会再增加。通行的水晶已经拿到了，咱们直接往关底冲就可以了。这里要打本作的第一个 BOSS 巫师。使用美队的话，你可以采取在屏幕右下角冲刺，然后盾牌下压组合的方式，把它很方便的击倒。但是如果你是鹰眼的话，就需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。这里我就使用常规的方式，普通的玩家也能够学会的套路来打它。毕竟在屏幕角落的话，需要对操作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，那都是高手的玩法，不适合咱们这些普通玩家。他已经闪光了。其实 BOSS 在被打倒之前，场景的 BGM 就会发生变化。这里让鹰眼移动过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升级的鹰眼打中后期的关卡是多么费劲。所以现在很多大神打速通，你都见不到几个鹰眼的镜头。而且当年小伙伴玩这款游戏也会觉得鹰眼的攻击力比较差，招式也少，这根本就不是鹰眼啊，算是拖油瓶了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在前2天录制街机版的上位密令的时候就选用了鹰眼。这里打完了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这种火箭筒的兵出场之后，咱们 A 他一下，趁他闪烁没有碰撞的判定，然后走到他身后，这样的话比较好清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常规的打法。这边是出口了，
这样的话，鹰眼和美队就汇合了。屏幕上的图标也发生了变化，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切换角色。很多高处的美队够不到的胶囊就可以用鹰眼来打。这里打一个小 boss 喷火人，他最讨厌的地方在于最后他被打倒的时候自己也被烧着了。这种情况下他的全身都是攻击判定，碰到的话就会掉血。因为开场的时候我并没有刷水晶，所以这里无论是美队还是鹰眼都没有升级。那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我就要注意收集一下。美队的话，我感觉2级就够用。回旋盾我并不太喜欢，因为盾牌离手之后回来的时间比较长。这里又拿到一个大钻石，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过这款游戏，但是并不知道这款游戏可以升级，甚至不知道关卡可以退出，也不知道这款游戏在关卡的途中可以换人。其实这都是当年的语言障碍造成的。现在这款游戏汉化了，我的这个汉化版本的资源是在 NES、DBS 下载的。搜索游戏资源对于老玩家来说不算是难事了吧，动动手指就可以了。这种小炮台也是可以打的，打完之后它的炮口会朝向随机的方向。我争取每一关都给大家攻略。这关的灯是关着的，但是在空中是有胶囊的。终于是找到了，刚才射了2箭都射偏了。又是一个强制的卷轴，这个卷轴咱们就先清一侧的敌兵吧。好在上边有一根单杠，可以挂在上面。用美队来打，怎么打难度都不高。这里如果咱们3级的话，就可以利用一下回旋盾了，输出也比较可观。但是没有回旋盾，感觉打起来也不难。这里要攻略铁甲人，使用鹰眼来打可以非常方便的射到他举起来的油桶，但是使用美队的话，你就要利用盾牌回来的这一下。使用盾牌压了2下，这样的话他很快就炸了。这个场景我真的是打够了呀！很多小伙伴表示看着就晕啊，不知道当年制作组是怎么想的，做了一个这样令人眼花的场景。通
同行的水晶已经捡到了。本关的过关的地点在关卡的右下，所以咱们要下去。下方的火是秒杀的。刚才的落点如果背板不熟，落得不准的话，掉下去就是一条命了。又是这个场景，打的都是杂兵。美队已经升了1级了，现在的血量最大是3滴血，每滴血扛个2、3次伤害，问题不大。本关来到了纽约 ，BOSS 是奥创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想起来，本关的剧情就是复联2的剧情啊。高空的胶囊，用鹰眼来射一箭。大家看暂停之后，人物的生命数很多，但是在关卡的普通界面表示的就比较粗糙。把杂兵清完就可以继续前进了。这里我是利用到了盾牌来探路。鹰眼的复活道具。美队刚刚血量是不满的，打奥创之前把血量加满。最效率的方式就是使用盾牌来压。奥创还挺配合呀，但有些时候它不会飞到你头上。就像现在这样，开始使用远程攻击，用盾牌可以打乱他的节奏，让他继续往前送就可以了。已经差不多了 ，BGM 变了。这样的话，整个地图的东部已经完成了。游戏的流程也比较长，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